东亚10日游后，全日本唯一的一部 Moto Razr 40 Ultra 终于在我手里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日本京都站，今天要带着日本唯一的这台 Moto Razr 40 Ultra 去热海约个小姐姐。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Tip 无力吧，售票处。现在是10点50，我等会儿要坐的车大概应该是11点多1点的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票，好像刚好赶得上。先来说说这台起售价仅5699元的 Moto Razr 40 Ultra 的上手第一感受。能用啊！我并不是说上一代不能用，只是商务加亮面的组合拳着实有点不感冒。这一代的蓝色可以说非常戳中我，颜值完全在线。Moto Razr 40 Ultra 非常轻薄，实测188.6克，展开厚度7毫米，拿在手里就真的轻，折痕这次几乎完全看不到了。当然角度刁钻的话，斜视还是能看出点的。好了，各位小伙伴，我现在已经到达热海站了。都说去热海不泡温泉等于白来，没错，说的就是我。因为酒店4点才能入住，所以先去找点吃的。每个稍微大点的车站都连着一条什么通，感觉是固定搭配。这家拉面店谷歌的评分很高，这有拉面的价格。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发现了一个 Moto Razr 40 Ultra 一个巨牛逼的使用方法，无需手机支架的吃播。如果你去过居酒屋，那你一定知道日式餐厅的吧台位都有一个比较高的台阶，这就非常适合 Razr 加机位，用来拍吃播再合适不过了。更关键的是，1200万像素 OIS 主摄，对焦很快。当我展示拉面中的一片茶烧时，它能够快速对焦。未来我小孩的餐厅推荐栏目拍摄将更加简单了。又回酒店了，4点开始办理入住。因为我泡不了温泉嘛，所以就订了一个很便宜的酒店会很小的家，要有心理预期。但它虽然小，但是很干净，然后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保险箱、冰箱、电视、电话、吹风机。为什么要放书？日本的酒店基本都是标配浴缸和智能马桶的。其实对于国人而言，热海有2个，云南腾冲的热海和日本静冈的热海。个人认为温泉体验也许日本更好，但论风景，云南腾冲完胜。像我这种喜欢各种拍的人，想要在梅雨季的静冈热海找到好看的拍照地儿，实在太难了。但好在 Moto Razr 40 Ultra 拍照很好玩，为平平无奇的热海增添了不少游玩乐趣。我总结了 Moto Razr 40 Ultra 的5种旅拍模式，各个好玩且出片儿。外屏拍摄实时同步。给女朋友拍照，对方可以通过外屏同步的画面知道拍摄角度，手残党再也不用担心被骂了。这个再抬高一点啊，再抬高一点，显得腿长一些。这样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这样还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 OK，对对对。但是那样海又不够，对海又要拍到海，又要显得腿长一些。你好难啊！对了，外屏预览默认为裁切，该模式会自动追踪人脸，不过个人偏爱无裁切模式，这样女朋友看到的画面会更全一些。2. 笑点抓拍，这个功能牛逼在于，如果你朋友爱笑，那你拍照全程几乎无需按键，怎么说呢，就异常灵敏，很适合抓拍，然后再筛选照片。它这个笑点抓拍真的会这样？太了，就是它这个左下角有一个笑点的亮灯的地儿，就是你一直在笑，它就一直在拍。3. 无需三脚架，手机放地上自动合影。这个使用模式得益于多角度悬停，通过外屏和后摄，我们便可以进行合拍，再也不必麻烦路人。而且这种视角可以说是女生最爱，显得腿长，建议和笑点抓拍搭配使用，好用到不行。当然也可以利用手势自拍，个人偏爱笑点自拍，除非你想拍一张不笑的照片。这个功能相对比较基础了，更适合同事或者同学聚餐这种人多场景。之前在一位欧洲同学的散伙饭局上，可以说巨便利。你可以直接甩2下手腕唤醒外屏相机，利用外屏预览取景画面，然后直接点击屏幕即可拍照。当然也可以按压2个音量按键拍照，是不是很方便？5. 补妆。
女生出去玩总是要补妆的。Moto Razr 40 Ultra 特意设置了镜子模式，还支持细节放大，女朋友用了都说好。好玩的拍摄聊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去转转，也许是热海最著名的景点 MOA 美术馆。洗车费610，所以短距离还是可以的。与其说是一个美术馆，倒不如说是一个博物馆，而且很多文物还是中国的。逛展的时候，我发现虽然 Moto 没有长焦，但通过数字变焦记录拍摄展品也是够用的，尤其是拍摄一些展品的名称简介。后摄镜头拍摄人像也非常出片，拍摄4K 60帧视频也很给力，核心在于人像对焦精准，还能自动补光。夜晚是会有些噪点，但这也难免。顶级直屏旗舰夜晚拍视频噪点也无法避免。不过夜景照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朋友圈好友都说好。Moto Razr 40 Ultra OIS 光学防抖表现也非常不错，开启之后会明显优于不开防抖。逛累了，切记去觅食。这次我们找了一家非常日式的餐厅，提醒各位打算来日本玩的朋友，日本很多餐厅下午都不营业，觅食要算好时间，我们就跑了2次。他们家最前面的套餐是需要提前预约的，热海这种晒干了的鱼干很有特色，咸香，大家可以尝尝。吃饱之后，接下来是饮品时间。对了，日本很多店都是支持微信、支付宝的，用 Moto 的外屏展示付款码支付非常方便，当然你还可以刷公交卡。回城市故地重游，顺便去了趟静冈，在清水港远眺富士山，邂逅了樱桃小丸子，这是作者樱桃子的故乡。喜欢的小伙伴记得来静冈打卡哦。这应该算是日本最大的樱桃小丸子的店了吧？这个大的是200多，这个是不到200，这个小的是80多。因为入场是有料的，然后我等会儿还要赶新干线，所以就不进去了。对了，静冈推荐的另一个景点是日本平，睁眼就是富士山，我觉得这是静冈整个县远眺富士山最美的地方，强烈推荐。好了，热海之旅基本就到这儿了，没泡上温泉白来。回来后，我们顺路转了转京都市区，顺便聊到 Moto Razr 40 Ultra 外屏的体验。最近日本整个都进入了梅雨季，尤其是京都，不是在下雨就是在下雨的路上。之前甚至晴天，爬了下大文字山，这里是京都知名节庆五山送火的所在地，其和葵祭、指元祭、时代祭、京都3大祭典，并称为京都4大传统节庆。这里能够看到京都全景，包括京都塔之类的。哇！然后，如果你是柯南迷，那么清水寺一定是要来的。当然，京都好逛的地方简直太多了，金银阁寺、岚山渡月桥、福建道和大寺2条城，来关西、京都可以说是必来的。粉丝朋友们来京都玩可以找我哦。至于外屏，其功能不仅局限于辅助摄影，它更是一个随时随地刷 TikTok、YouTube、记笔记的全功能小屏。新干线或者爬山途中，我们可以利用外屏播放 YouTube 视频、听声或者播放音乐。记笔记时全尺寸输入法，不管是9宫格还是全键盘，横竖屏打字都很方便。同时，微信等软件都可以全尺寸使用全功能，聊天、刷朋友圈、小程序、游戏，通通都可以。尤其是和小红书官方联合定制的 Moto 版小红书，配合外屏的自由旋转，非常好用。比如你满屏刷短视频时，如果你觉得摄像头会导致画面不舒服，那么就可以旋转过来，完美避开摄像头，可谓强迫症患者的福音。不过外屏的这套旋转体系和内屏是分开的，利用外屏下滑需要单独设置。Moto Razr 40 Ultra 外屏和内屏是支持自由切换的，但需要手动设置，默认是手动切换或者未开启。Moto Razr 40 Ultra 开启应用时，默认是让出摄像头的。2种方式变成全屏。一是上滑弹出机器应用，下方有全屏模式按钮；2是长按外屏导航键。个人偏爱全屏，当然如果你有点强迫症，忍受不了后置镜头挖口外屏，那就当我没说。最后关于外屏，我最喜欢的新设计其实是 Moto 全新设计的 Mo 摩尔动画 IP， 超级可爱。Moto 在不同时间段设计了专属动画，比如晚上睡觉时点它，它会觉得痒痒挠肚皮，这玩意儿不比什么树懒好看多了。最后我们来聊聊续航，基本上充满电后根据轻重使用情况 ，Moto Razr 40 Ultra 的续航时间在9到20小时之间。由于很多使用场景根本不用展开内屏，使用外屏即可，想想都会很省电，这完全可以满足旅途使用。
好了，最后总结一下，从这次旅行来看 ，Moto Razr 40 Ultra 对于普通人日常拍摄是完全够用的，无论是拍人还是拍风景。折叠屏手机到底能不能作为旅游主力机用？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，尤其是这款全功能外屏，让我在旅途中不用展开内屏就能实现拍摄、记笔记、回复微信以及刷抖音、小红书等功能。同时，对于影像的辅助功能异常强大，让拍摄变得更加便捷、好用、有趣。个人觉得大外屏绝对是竖向折叠屏未来发展的主流方向之一。未来我还会拿着 Moto Razr 40 Ultra 去日本以及全球四处旅行。并同步在 B 站、微博等平台喜欢科技、日本旅游等视频的小伙伴，一定要记得点3连加关注哦，点关注不迷路。